可恶！圣光梦来的脸上透露着极度的不甘。楚风兄弟，莫要伤害梦来，当我求你！扑通一声，又有人跪在了地上。是圣光出瑶。楚风兄弟，我们的确对不住你，但是当我求求你了，莫要伤害梦来小姐。圣光出瑶为了替圣光梦来求情，居然直接跪在了地上。出瑶兄，我对你印象不错，你们有你们的立场，我不是不能理解。可如今那白眉老头要杀我，我想保命就必须要有一些筹码，所以你们也不要怪我。楚风说话间，磅礴的威压便四散开来，不仅仅是压迫住了圣光梦来，而是压迫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哪怕圣光心田和圣光出瑶也不例外。紧接着，一道道武力锁链释放而出，将在场的所有小辈都捆绑了起来。做完这一切，楚风便盘膝坐下，静静地等待着那道门的开启。楚风知道，当这道门开启之后，等待他的便是圣谷的杀意。可如今他手上有这么多筹码，楚风也是并不担心。他觉得，对于圣谷而言，楚风只是一个得罪他们的人，他们想杀楚风，完全是以势压人，并没有说楚风必死的理由。可现在，楚风手上有这么多圣谷小辈，圣谷必然不会因为要杀楚风而赔上这么多天才小辈的性命。与此同时，谷中圣莲树之外，圣光白眉以及圣光尸神、圣光不语等一众高手也都注视着那谷中圣莲树。此时的圣谷发生了一些变化，准确的说，是那谷中圣莲树发生了变化。谷中圣莲树中间不仅出现了一道大门，盛开的莲花也全部闭合。但闭合之后，谷中圣莲树却释放出了磅礴的黑焰，黑焰直冲青天，因为太过磅礴，已是将整片青天遮蔽了起来。每当谷中圣莲树的修炼结束之后，都会释放出黑色气焰，但之前都是一点点，萦绕在谷中圣莲树上方，最多就化作一片黑云，如眼前这般遮盖整片虚空的景象，还是第一次发生。可眼下圣谷众人根本没心思去想这奇观是为何出现，他们皆是紧张不已，许多长老紧张的脸色惨白，嘴唇发青，众人一言不发，气氛安静到甚至有些诡异。他们都在盯着谷中圣莲树的大门，他们在期待着奇迹的出现，希望楚风并没有事。倘若楚风真的出了事，不仅仅是圣光白眉，他们也同样是要大难临头。嘎吱！忽然，那谷中圣莲树的大门动了。见状，圣谷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瞪得溜圆，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就算如圣光尸神这种平日里大大咧咧的人，此时也是一脸的紧张，而他的右手更像是握着什么东西，此时微微的握紧了一些。终于，那谷中圣莲树的大门彻底打开。谷中圣莲树的大门刚刚打开，一道身影便飞掠而出。那是看到那位圣谷众人脸色皆是一变，那个人极其悲惨，已是面目全非。而仔细一看，通过衣着，大家还是认出此人是谁。此人乃是圣谷当今天才之一，圣光浩轩。浩轩少爷。见到圣光浩轩如此，圣谷众人赶忙飞落而下，前去帮圣光浩轩疗伤。至于圣光尸神等人，却是将目光再度投向谷中圣莲树的大门。从那里两道美丽的身影走了出来，一个是圣光心田，而另外一个是圣光梦来。可是他们二人的身上皆是捆绑着武力绳索，修为都被压制住了。白眉老头，若是让你的孙女活着，就别轻举妄动，否则我意念之间便可让他们二人飞灰烟灭。就在此时，一道声音自那大门之内传出。听到这个声音，圣谷众人却是大喜，因为他们已经听出那声音乃是楚风的。楚风少侠，没人会伤害你，你放心，这里没人敢伤害你。圣光白眉立刻开口，就连语气也是有了极大的变化。听到这个声音，楚风的身影也是走了出来，而在楚风的手中，实际上握着两道武力绳索，一道武力绳索在身前捆绑着圣光梦来和圣光心田，另外一道武力绳索在后捆绑着圣光出瑶一众圣谷小辈。楚风走出来之后，也是一脸谨慎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若是稍微感觉不对，他就会催动武力杀掉所有小辈。但楚风看向圣光白眉后，目光还是有些变化。让楚风变化的并非是圣光白眉，而是圣光白眉身旁的圣光尸神以及圣光尸神的弟子。这两位楚风当然记得，他们可是楚风最先见到的圣谷之人。想当初这两位带给楚风的压迫感，楚风至今也是记忆犹新。楚风少侠，是老夫不对，是老夫有眼无珠，还请楚风少侠给老夫一个机会。就在此时，圣光白眉突然开口，他此话不仅说的歉意满满，更是在说话之间跪在了地上，随后对着楚风师以叩拜大礼。这一幕也是超出楚风的预料，没有想到这白眉老头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于是楚风不由看向圣光梦来和圣光心田，他下意识的觉得是圣光梦来和圣光心田的性命太过重要，圣光白眉是害怕楚风伤害这两位千金大小姐，所以才会这般。可实际上楚风不知道的是，就连圣光梦来和圣光心田看到圣光白眉的举动后，也是目瞪口呆。虽说他们早就预料到自己被楚风挟持，圣谷必然不敢对楚风轻举妄动，可是也不至于这般吧。更何况这还是圣光白眉，他是什么性格大家都清楚，除了圣主大人之外，这个老家伙至今为止还从未向任何人跪过，怎么今日就跪在了楚风面前？这真的是为了要保护圣光梦来和圣光心田吗？可就在下一刻，更为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圣光白眉抡起了胳膊，随后啪啪两声炸响，他竟狠狠地抽了自己2个耳光。楚风少侠，老夫糊涂，你原谅老夫吧。抽了自己2个耳光之后，圣光白眉又对楚风狠狠地磕了3个响头。这不对劲吧？圣光心田看向身旁的圣光梦来，哪怕这个亲孙女也是觉得自己不至于让他的爷爷做到这般田地，这情况显然很不对劲啊。楚风好像不对，
就连雨莎也是察觉到情况不对了，的确不对。楚风也同样意识到眼前的局面有些古怪了。就算圣谷祥宝、圣光梦来等小辈，但也不至于如此吧？尤其圣光白眉这种性格的人，楚风见过不少。除非真的大难临头，否则他这种人是不会轻易低头的。但眼下，楚风只是抓住了一些筹码，实际上楚风的性命仍然掌握在圣谷手中。非要说和大难临头更近的，也是楚风才对。这圣光白眉何以至此？就算圣光梦来身份再不简单，他想保护圣光梦来，好话好说即可，何必如此道歉？简直连尊严都不要了。楚风小友，好久不见，真是想不到我们再次见面，竟会是在我圣谷之中。对了，之前忘记介绍了，老夫叫做圣光师神，这位是我弟子，你之前也见过。圣光师神笑盈盈地解释道：“楚风兄弟，在下圣光千余，看来现在我已不是楚风兄弟的对手了。”圣光千余感受到楚风此时所散发的修为，也是有些惭愧地笑了。相当日，楚风在他面前如同蝼蚁，可是如今再看到楚风却以这般强横，连圣光梦来都被楚风擒住。他知道他如今也不是楚风对手，这样的身份转换让他十分惭愧。毕竟哪怕在圣谷，他也是天才之列，可与楚风相比，他的天才之名显然有些名不副实了。真是想不到再见面是以这样的方式。不过前辈还请莫怪，不是我楚风有意作恶，而是你圣谷之中有人要害我啊！楚风说话间看了一眼那圣光白眉，楚风小友，事情经过我已知晓，这圣光白眉也知道错了，不如就给我一个面子，此事到此为止吧。从今以后，你楚风与我圣谷就是一家人，我圣谷不会再有一人敢伤害你楚风。圣光师神说道：“前辈，你们这话说的轻巧，我若是放了他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立刻变脸。”楚风觉得对方如此客气，有一部分原因可能还是因为他的手中挟持着圣光梦来等人。楚风小友，都说了是误会，你若觉得不放心，你就一直将他们绑着吧，直到你觉得你安全了为止。圣光师神说道：“那好，那我就只能先委屈他们了。”楚风的意思很明显，哪怕圣光师神师徒相劝，楚风也仍不打算放过圣光梦来等人。圣光梦来等人就是楚风的保命底牌，除非有着绝对的把握，否则楚风不会将这个保命底牌丢掉的。念天兄，你该露面了。就在此时，圣光不语则是忽然高喝一声。当他此话说完，在不远处的虚空之上，则是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楚风，罢手吧。”伴随那声音响起的同时，一道身影也是自虚空之中浮现，立于天际之上。那来者并非圣谷之人，但却有着能够进入圣谷的身份。此人乃是念天道人，念天前辈。看到念天道人，楚风原本凝重的眼中也是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喜色。毕竟念天道人帮过他，念天道人的到来倒是让楚风悬着的心落下了不少。而念天道人出现之后，便大袖一挥，磅礴的结界扩散开来。下一刻，无数道身影出现在虚空之上，那皆是龙氏族人，其中不仅有龙氏族长，还有龙小小母女。楚风看到楚风，龙小小顿时大惊，他一眼就看出此时的局面不妙。但是当他注意到圣光白眉之后，原本慌张的脸上却也是有了几分异样。他表现的还不够明显，龙氏族长等人却已是目瞪口呆。圣光白眉之前在圣光一族之前所展现的威势，让他们十分畏惧，知道这位是极为利奥德的大人物。可眼下这位大人物居然跪在了地上，并且跪着的方向还是冲着楚风，这让他们意识到这位似乎是在对着楚风跪拜。这样的人物居然向楚风跪拜，无论什么原因都是让人感到吃惊的。小小公主莫慌，楚风小友与圣谷只是有些误会而已，现在误会其实已经解除了。念天道人对龙小小说完此话后，便看向圣光不语：“不语兄，我说的对吗？”念天道人对圣光不语说道：“的确是误会，希望楚风小友莫要计较。”圣光不语也是说道。他此话一出，龙氏族长等人更是面面相觑，一脸的不可思议。这什么情况？难道堂堂圣谷也要给楚风面子吗？至于楚风，则是看向了念天道人：“念天前辈，您的意思是说我放了他们，也可安然离开此地？”楚风对念天道人问道：“当然。”念天道人点了点头：“我楚风现在的确不信圣谷，但我相信念天前辈。既然您这样说了，那这人我也就放了。”话罢，楚风便断了那武力锁链。只是武力锁链震断之际，圣光梦来等人虽是毫发无损，可楚风却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但楚风却像是没事人一样，直接将嘴角的血迹擦掉，哪怕他的气息开始变得虚弱，可他在他的脸上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痛苦之色。看到这样的楚风，圣谷众人神色复杂，他们知道为何断掉武力绳索，楚风反而负伤，必然是这武力绳索链接了楚风的灵魂。刚刚若是圣谷之人直接出手，将楚风直接斩杀，那么圣谷的这些小辈也是一个都别想活，都会与楚风一起死去。不过这样的手段可是很难掌控的，与修为无关，纯粹是对武力的掌控力。连他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物都未必能够将这样的武力绳索与自己灵魂相连，可楚风却做到了，这让他们再度意识到楚风的不简单。尤其再看看他们之前引以为傲的那些天才们，先前皆如阶下囚一般被楚风控制，这种对比，然后他们心中也是颇为难过，因为这差距不可谓不大。楚风少侠，多谢你大人有大量，老夫再次叩谢了。就在此时，圣光白眉竟在对着楚风施以叩拜大礼。看到这一幕，如果说之前的楚风还不是那么相信圣谷是真的想与他和解，可是现在他却是不得不信了。如今他的手上已是没有任何底牌，可圣光白眉这种性格的人居然对他的态度还是如此卑微，这让楚风也是忍不住仔细打量四周，心中忍不住问上一句：这到底是个啥情况？
楚风，你怎么样？楚风还在思考之际，一道倩影却穿过人群，来到楚风近前。他靠近之后，便抓起楚风的胳膊，捏住楚风的手腕，与此同时，更是将几颗丹药取出，开始往楚风嘴巴里塞。换做旁人，胆敢如此，且还是这样的局面下，楚风早一巴掌把他扇飞了。但是面对此人，楚风不仅没有丝毫不悦，反而在其脸上不由得涌现出了一抹笑意，因为这位眼前人乃是龙小小。龙小小这丫头太担心楚风了，所以一边为楚风检查伤势，一边将他最好的丹药取了出来。喂，我说小小，就算是疗伤药也是药，不能把药当饭吃啊！你这太多了。楚风一边微笑，却一边向后躲去，并不想吃掉这些丹药，这都是对你伤势有用的药。龙小小劝道：“我没事的，这点小伤不算啥，不用服药。”楚风笑着说道。他这样说倒不是客气，而是这样的伤对他而言的确只是小伤。楚风早就习惯了，并且龙小小的丹药虽皆是疗伤丹药，可对楚风帮助却不大。真的没事吗？龙小小却眉头微皱，他也是界灵师，他能观察到楚风的灵魂状况。楚风的状况可并不像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了，你可别哭，好歹也是龙氏公主，可别让人看了笑话。楚风说话间捏了一下龙小小的小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发现龙小小的眼眶都红了，泪珠正在眼睛里打转呢。他再不逗逗龙小小，龙小小的眼泪就有夺眶而出了。我才没有哭。龙小小被楚风一提醒，也觉得这种场合哭不太好，于是赶忙用小手擦了一下那块夺眶而出的眼泪，但很快又看向楚风：“你真的没事？真没事？给我1个时辰，1个时辰，我立刻痊愈，你信不信？”楚风说道：“那就1个时辰，1个时辰若不能痊愈，就把我这些丹药都吃了。”龙小小说话间，竟又从乾坤袋内抓出了一把丹药。此时，那雪白的小手上面已是被大量丹药填满，这药量都快如同半碗米饭了。不过他可不是要谋害楚风，那丹药都是疗伤丹药，价值不菲，哪怕全部服下，其实对身体也没有负担。看着这样的龙小小，楚风有些哭笑不得。龙小小以前虽然顽皮，可却也有着沉稳一面，但现在怎么傻乎乎的了？但龙小小为何如此变化？楚风又岂会不知道？这可是一个能为了自己拼命的丫头。行，我若不能痊愈，我就全都吃掉。楚风保证的口吻说道。好，一言为定，驷马难追。龙小小伸出了小手指，是要与楚风拉钩。见状，楚风也是笑着把自己的手指放了上去，看着龙小小和楚风谈笑风生。圣光失神则是看向了自己的右手，此时他的右手已满是汗水，那是因为过于紧张才流出的汗水。而右手之中有着一块指甲大小的玉石，玉石内藏有符纸，此物若碎，便证明圣谷有危险，哪怕闭关的圣主也会立刻察觉。他先前是害怕楚风真的有3长2短，那位还未露面的高手会屠戮他圣谷。面对那种人物，他圣谷只有圣主能战，所以他先前将此物藏于掌中，若是发现楚风死了，他就将此物捏碎来通知圣主。而眼下的局面可谓超乎他们的预期，他觉得这种局面下，那位隐藏的高手应该也不会现身了。于是他心有余悸地看了看此物，便收了起来。大家都看出来，楚风与龙小小的关系非同一般了，但大多都是观望的态度。可却有一个人脸上露出了不悦的表情，是圣光心田。他美眸虽也看着龙小小，可目光却是有些阴沉。前辈，晚辈有一个请求。楚风看向圣光不语，他也知道圣光不语不是圣谷最有话语权的，但他看出来圣光不语与念天道人关系不错，所以非要说的话。如今圣谷之中最值得他信赖的，必然就是这位了。楚风小友，你有何要求？尽管提便是。圣光不语说道。前辈，晚辈可否借圣谷突破的修炼之地一用？楚风问道。他此话一出，莫说圣谷众人，就连念天道人、龙小小以及龙氏众人也是看向楚风。楚风小友，所指是武者修为，还是结界之术？圣光不语问道。是武者修为。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是现在需要还是何时？圣光不语又问。现在。楚风回道。听到楚风这样一说，大家的神色变得更为复杂。楚风的意思，该不会是又要突破了吧？楚风小友，你该不会是感受到了突破之感吧？圣光不语更是直接问道。的确感受到了一些，但无法确定能否成功，所以才想借圣谷有助于突破的修炼之地一用。楚风笑着说道。听闻此话，圣谷许多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楚风能够在里面恢复修为，已是让他们惊讶不已。如今竟然还要突破，要知道他们先前已是暗中询问了那些圣谷小辈在谷中圣莲树内得到的好处，虽说那好处对这些小辈日后很有帮助，可却不会让他们立刻突破。怎么楚风偏偏就有了突破之感？这便是楚风与他们圣谷小辈的差距吗？楚风小友果然是不同凡响，随老夫来吧。圣光不语的笑容也是颇为复杂，但还是转身为楚风引路，在这等我。楚风对龙小小嘱咐之后，便跟随圣光不语而去。可楚风与圣光不语刚刚动身，却有虚弱的声音自身后响起。那声音其实很弱，但大家却听得清清楚楚，那是圣光浩轩的声音。白眉大人，杀了那楚风，杀了那楚风。圣光浩轩虽然没有陷入昏迷，因为一直承受痛楚，所以他并不清醒。而在长老们的医治下，他的意识终于变得清醒了起来。当发现自身已经安全后，便立刻向圣光白眉求助。闭嘴！可他此话刚刚说出，便遭受到了一声怒斥。那开口之人正是圣光浩轩所求助的圣光白眉。而怒斥过圣光浩轩之后，圣光白眉则是立刻看向楚风。楚风少侠，快去修炼吧，不要理会此子。见状，楚风则是淡淡一笑，跟随圣光不语继续前行。但圣光浩轩却是一脸茫然，他那睁大却空洞的眼睛，以及微张却无舌嘴巴，还有那凝固的表情，
都彰显了他此时的震惊与不知所措。刚刚的声音的确是白眉大人的声音，他能判断不会有错。可为何白眉大人会说出这样的话？眼下是什么局面？难道这是梦境不成？看出圣光浩轩不解，为其疗伤的长老赶忙小声提醒圣光浩轩，告诉其不可再胡乱说话。现在他圣谷不能再得罪楚风。放屁！你们这是在放屁！你们在胡扯什么呢？那楚风算什么东西？我圣谷不能得罪他，你们到底是他吗？什么意思？是小爷这顿打白挨了吗？圣光浩轩听到长老的话后，原本虚弱的他竟发出阵阵咆哮。圣光浩轩虽不知具体情况，可只是听到不能再得罪楚风这几个字，便已让他发狂。他是被楚风折磨成这个样子的，如今圣谷却不能帮他出头，这叫他怎能承受？圣光白眉，不是你叫我杀那楚风的，你现在他妈的是什么意思？你不杀那楚风，反而来呵斥我，你到底什么意思？可能是太过恼怒，圣光浩轩竟当众辱骂其圣光白眉。他若只是咆哮宣泄情绪倒也罢了，但是当众辱骂圣光白眉，这可不是光彩的事情。于是那些为其疗伤的长老们不仅封锁住了圣光浩轩的声音，也是赶忙将圣光浩轩带走。至于圣光白眉，他并没有生气，反而看着被带走的圣光浩轩，眼中有着些许惭愧。他知道，如果不是他下达的命令，圣光浩轩可能不会落得这般田地。说到底，的确是他害了圣光浩轩，够惨的，被打成这个样子不算，看来精神也是受了刺激。圣光千余也在看着圣光浩轩，但他却没有一丝同情，反而笑容略带讽刺。虽同为圣谷之人，可圣光千余似乎并不喜欢圣光浩轩，但很快他的目光便从圣光浩轩身上转移到了另一道身影上面，是圣光心田。圣光心田也解开了武力绳索，此时正向圣光千余的方向走来，准确来说，他是向圣光白眉走来的。喂，心田妹妹，那圣光浩轩怎么这么惨？那真是楚风做的，他下手居然这么狠。圣光千余见圣光心田靠近，不由对其问道：是楚风做的，不过也是这圣光浩轩自找的。圣光心田说道：自找的？哟，这话说的有点意思。见圣光心田也对圣光浩轩毫不同情，圣光千余的笑容则是从讽刺变成了幸灾乐祸。而此时圣光心田已是走到了圣光白眉身前，爷爷，真的是您下令于圣光浩轩，要他杀了楚风？他毫不避讳，直接问道：是我糊涂了？圣光白眉的脸色有些复杂，有尴尬，有后怕，也有后悔。哪怕此事已经平息，可他仍然心有余悸，毕竟因为他的自负与狂妄，险些酿成大祸，险些害了圣谷。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何您开始要杀楚风，可现在您却又……圣光心田本来有些生气，生气他爷爷要杀楚风，可是想到他爷爷刚刚居然对楚风师以跪拜大礼，还自己打自己，在他印象中，这可不像是他爷爷会做的事。可以说，他爷爷刚才的举动，一世英名都毁了近半，所以他也是有些心疼他的爷爷。是楚风招惹了圣光一族，而圣光一族如今虽弱，可毕竟是我们的本族，我圣谷当然要庇护他们。白眉大人是想替圣光一族出头，才觉得楚风不可留，但是后面发现楚风天赋极好，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种人才自然杀不得。圣光不语解释道：怕是没那么简单吧？又有一道声音响起，原来是圣光梦来也走了过来。的确没那么简单，楚风身后也是有人撑腰。圣光不语说道，这句话才让大家明白为何圣光白眉这种人物会放下尊严向楚风跪拜求饶。不过仔细想想，这种事情反而合理。楚风天赋如此之好，要说他背后没有高人，反而是不太正常了。是我们进入谷中圣莲树后，才发现楚风身后有人撑腰吗？圣光梦来问道。他很聪明，他觉得若是一开始就知道，也不会变成这个局面了，必然是后面才知道的。是，圣光不语对于圣光梦来没有隐瞒，将从守护阵法发现有高人潜入圣谷的事情告知了圣光梦来，所以还不知道楚风身后的究竟是何人。圣光梦来问道：梦来小姐，还是不要议论那位了，那位虽未现身，但多半还在此处。他这种不愿意现身的人物，想必也不喜欢有人议论他太多，我们已经对其多有得罪，还是不要再招惹了。这句话圣光不语乃是暗中提醒圣光梦来的。圣光梦来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也不再过多询问，但却忍不住看向四周的天际，似是想找寻那位神秘存在的踪迹。只是可惜，就连圣光白眉和圣光尸神都寻找不到的人，他自然也是寻找不到。我早就见过楚风，之前就发现他背后有高人撑腰，但却没想到他自身天赋也是如此过人，他的进步速度实在是吓人啊！圣光千余走到了圣光梦来近前，我圣谷这么多天才，居然都不是他的对手，而且我听闻他进入谷中圣莲树之前，好像还被封印了修为，怎么这样？你们还是斗不过他呀？圣光千余看着圣光梦来说道，他虽是好奇的语气，但大家都听得出来，他话语之中具有几分调侃意味。此次谷中圣莲树乃是全面盛开，里面的结构与之前的皆是不同。这楚风观察力敏锐，他先我们一步发现了先机，掌控了谷中圣莲树内的阵法力量，是凭借那阵法力量解开压制的修为的。圣光梦来说道，这么精彩吗？真是可惜，没有看到这精彩的过程啊。梦来，这回你也是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吧？圣光千余依旧用那调侃的目光看着圣光梦来，是我大意了，低估了他的手段。若是我毫不保留，一开始就先发制人，也许就不会被他生情。圣光梦来提及此事，那不甘的情绪再度涌现于他的小脸之上。他觉得是他失手了，不然他不会输。他圣谷众小辈也不会以如此难看的姿态从谷中圣莲树内走出来。虽说今日没有外人，但他也觉得十分丢脸。梦来小姐，不要自责，你败给楚风并不丢人，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是念天道人走了过来。念天前辈。看到念天道人，圣光梦来立刻施以一礼。虽说念天道人是客卿长老身份，可圣光梦来对念天道人却是十分尊敬。而他施以一礼后，却又立刻问道：念天前辈对楚风似乎很是了解，梦来小姐的天赋倒也不用想太多，你的天赋已是极好，只是楚风他的确太过不同寻常了。念天道人这番话是在安慰圣光梦来，可圣光梦来的表情显然不愿接受，他美眸闪烁，似是在思考什么。不瞒前辈，其实我的圣光血脉只差一点就领悟到第二重了。终于，圣光梦来说出了他想说之话，血脉第二重。而他此话一出，宛如惊雷炸响，使得所有人都是为之一惊。这一刻，几乎听到这句话的所有人都是将目光汇集在了圣光梦来的身上。梦来，你所言当真？圣光白眉以及圣光尸神等人更是同时询问，不仅满眼期待，他们的脸上已是不由得露出笑容。梦来姐姐，这是真的吗？就连圣光心田也是忍不住询问起来，他脸上的笑容更为直接，是那样的灿烂，就如同发生了天大的喜事。身为圣古之人，他们对圣光血脉极为了解，圣光血脉便是圣光一族族人独有的血脉之力，若是能够领悟第二重，那代表着哪怕在5尊境，圣光梦来也是能够提升2品修为。那样一来，圣光梦来3品5尊的修为就可以达到5品5尊境。最主要的是，能够在5尊境领悟圣光血脉第一重的都少之又少，能够在5尊境领悟圣光血脉第二重的，至今圣古之内还没人可以做到，可圣光梦来却要做到了。这个消息对于圣古而言乃是天大的喜讯，我能感觉到只差一点我就可以领悟，甚至给我10日时间我就可以领悟。圣光梦来提及此事，脸上并没有得意，反而尽是遗憾，同时脸上的不甘之色也是更浓。在他看来，他若是能够早点领悟圣光血脉第二重，就可以与楚风一战，就算战败，他也至少不会输得那么狼狈。而实际上在他看来，他若是领悟第二重，极大可能是可以战胜楚风的。梦来小姐即将领悟圣光血脉第二重，着实可喜可贺，不过不是老夫泼梦来小姐冷水，哪怕你领悟圣光血脉第二重，也依旧无法战胜那楚风。念天道人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人们的目光则是从圣光梦来的身上汇集到了他的身上，有不解，但更多的却是不服，甚至是怨恨。圣古的许多小辈虽见识了楚风的手段，但却仍然觉得圣光梦来输只是因为修为，若是圣光梦来领悟圣光血脉第二重，就不会输。因此他们觉得念天道人的话是在长楚风志气，灭圣古威风，这才导致他们看念天道人的眼神充斥着些许怨念。而对于这种目光，念天道人则是淡淡一笑。圣光一族当今族长圣光玄烨乃是6品5尊，施展血脉之力，修为可达7品5尊。楚风挑战圣光一族时，与楚风交手的便是这圣光玄烨。可若非白眉大人及时出手，那圣光玄烨怕是已死在楚风手中。白眉大人，我说的对吧？话到此处，念天道人看向了圣光白眉，白眉深吸一口气后，也是微微点了点头。而他这样一个动作，则是让这方圣古众位小辈如同石化了一般，愣在了原地。就连圣光梦来的表情也是凝固了起来。连圣光玄烨都不是楚风对手，那圣光梦来自然更不可能是楚风对手。他们虽然已经知道楚风强，但却没有想到楚风会这么强。但同时，他们也是表示怀疑，他们不愿相信楚风真的强横至此。他真实修为乃是2品5尊，是怎么击败圣光玄烨的？难道他的身上有如此强大的至宝，可以挑战修为强于他多重境界之人？不待圣光白眉回应，圣光梦来便追问起来。圣光梦来平日里沉默寡言，可却是一个好胜心极强之人。他必须搞清事实，否则他不服，并非至宝，而是他掌握着强大的技法。念天道人说道。武技？不可能，武技怎么可能具有如此威力？圣光梦来仍是一脸的不信。不是武技，也不是秘技，是某种非常强大的技法，拥有逆战2品的威力。念天道人说道。逆战2品的技法，不是武技，也不是秘技。念天前辈，您是认真的吗？世间真的存在如此技法？圣光梦来询问之时，表情已是有了变化。他其实知道念天道人不会当众骗他，所以他心中其实已经开始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可这却是一件超出他认知的事，让他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楚风小有施展之时，老夫在场，白眉大人也在场，绝对错不了。只是那具体是何技法，便不得而知了。当时白眉大人本可以直接杀掉楚风，但却没有动手。老夫若没猜错，白眉大人当时手下留情，也是想要得知楚风所使用的究竟是何技法吧。念天道人看向圣光白眉，念天道人，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楚风的身后有人撑腰？圣光白眉问道。到底是谁撑腰？老夫可没那个本事知道。可如此天才，若无人撑腰，想必也无法成长到这个地步。这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不难想到，只是白眉大人却被圣古的强大而冲昏了头脑，自认为这圣光天河之内就不会有能够威胁到你圣古的存在出现。所以哪怕老夫当时就提醒过白眉大人了，可白眉大人依旧不信，反而觉得老夫是与楚风小友串通一气。念天道人说道。圣光白眉轻哼一声，虽说如今的确证实了楚风招惹不起，可他对念天道人却依旧非常的有看法。不语大人，楚风真的是要突破吗？忽然有多位长老同时看着北方询问起来。原来是圣光不语回来了，我也不得而知，看看吧。若是他真的突破，我圣古的圣光古阵必然会有反应。圣光不语说话间，看向圣古的北方，那里有着一片山脉，山脉中间有一座山峰，山峰如剑一般直入青天。
充满威严之气，甚至略带神圣之感。向那个方向看去，这座山峰非常的引人瞩目。你真的将它带到圣光古镇之中去了？圣光白眉问道。怎么，你还有意见不成？不待圣光不语说话，圣光尸神便有些不悦地质问起来。先前圣光白眉暗中下令让圣光浩轩杀掉楚风，将圣谷逼入绝境。虽然此事现在得以平息，看这件错误的决定，圣光白眉还是做了。圣光尸神对圣光白眉依旧非常有意见，我倒是没有意见，只是觉得算了，就当是补偿楚风吧。圣光白眉欲言又止，但他想说什么，其实在场的圣谷之人都知道，那圣光古镇乃是圣谷之中最强大的修炼之地，这样的地方，哪怕圣谷之人，也不是谁都有资格进入的。老一辈必须是实力强横且身居要职的长老才有资格进入，而小一辈之中，也便只有那些刚刚从谷中圣莲树出来的天才小辈们才有资格进入。这样的地方，按理来说，外人是绝对不可能有资格进入的。圣光古镇内，若是有人突破，可引起圣光异象，那圣光异象的强弱，便可以侧面的看出突破者的领悟力有多强。领悟力虽只是天赋的一个方面，但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依我看，不语兄不仅仅是要给楚风最好的礼遇，也是想借此机会清楚的看看楚风的悟性是否真的出众吧。念天道人意味深长地看着圣光不语，他虽为客卿长老，可是对于圣谷之事，倒也是颇为了解。还是念天兄懂我，此次谷中圣莲树能够全面盛开，是因为这楚风。而楚风进入谷中圣莲树后，明明收获与我圣谷中小辈相同，可是偏偏他却领悟了突破契机。我是想知道，这只是巧合，还是说他的真的悟性过人，在谷中圣莲树内得到了超越我圣谷小辈的好处？圣光不语说道。而他此话一出，圣光梦来以及圣光心田、圣光千羽等小辈也都是将目光投向了那圣光古镇。他们都曾进入过圣光古镇，也都是在圣光古镇引发过圣光异象的人。那圣光异象的强弱，是可以直接代表领悟力的强弱的。他们在场这些小辈之中，早就有了排名，从强到弱，分别是圣光梦来、圣光心田、圣光千羽、圣光初瑶、圣光浩轩。但这也只是他们在场小辈的排名。若要说圣谷所有小辈的排名，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可以排在圣光梦来的前头。此人便是圣主的闭门弟子。此人并非圣光一族族人，但却因缘际会下得到了圣光一族的血脉，从小便被圣主收养在圣谷之内，用心培养。甚至可以这样说，圣主对这位闭门弟子的用心程度，都超越了对他的女儿圣光梦来。因此，圣谷的许多人对这位闭门弟子都是有些意见。而那位的名字名为圣光金安。虽然圣谷之人不喜圣光金安，可却没人可否认，圣光金安的天赋乃是他们所无法企及的。圣光金安的天赋不仅仅是展现在了那圣光古镇内引起的异象比圣光梦来更强，就连谷中圣莲树也曾因圣光金安而开启。忽然，阵阵刺耳的轰鸣自虚空之上传来。这么快，该不会是楚风突破了吧？众人抬头观望，以为是9色天雷出现，可是抬头观望之后，却是眉头微皱，这气焰居然还不消散。虚空之上，黑色的气焰遮蔽青天，那是谷中圣莲树所散发的气焰。这气焰非常厉害，哪怕他们的目光也是无法看穿这黑色气焰，因此他们无法看到此时9天之上的景象，自然也就无法判断那虚空之上传来的雷声是否真的是9色天雷。雷声越来越刺耳，使得大地都开始微微颤动。不会有错，必然是天雷异象，不然不可能会有如此动静。居然这么快就突破了吗？念天道人以确定性的口吻说道。他觉得那必然是9色天雷的雷声，否则不可能具有如此声势。真的要突破？圣光梦来看向圣光古镇，目光变得若有所思。雷声越发刺耳，代表雷声越来越近。紧接着9色光华覆盖圣谷，抬头观望，只见9色神雷如一条雷霆巨龙，已是穿过黑色气焰，劈落而下，直接落入了那圣光古镇之中。这便是天级血脉拥有者突破时所引发的异象。看着那耀眼的9色神雷，感受着那毁天灭地的威能气势，圣谷许多小辈都是目瞪口呆，甚至有人眼中涌现出受惊之色。他们很多其实都没有离开过圣谷，对于天级血脉只是听闻，有些人并没有亲眼见到过天级血脉所引发的异象。楚风应该是因为修炼了神法玄功，所以雷霆异象才会如此强。若是正常情况，应该不会如此恐怖。圣光梦来说道。梦来小姐乃是正解。念天道人说道。听到这里，其他小辈自然也是恍然大悟，他们已是知道楚风修炼的乃是神法玄功，那可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最强的玄功。念天前辈，这神雷的异象是虚张声势，还是修炼者真的要承受这样的威势？圣光梦来对念天道人问道。念天道人虽是谷外之人，可曾帮助过圣谷。在圣光梦来心中，念天道人是一位见多识广且有真本事的人，因此很多时候念天道人说的话对他而言更有信服力。我听闻是真的要承受那威力的，就算那威力不如显现的恐怖，可也绝非寻常雷法可比。神罚玄功，每一次突破都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扛过雷罚突破修为，若扛不住雷罚，便要灰飞烟灭。因此这样的雷劫也被誉为神劫，是以神力发动的劫难。念天道人说道。这样说的话，那楚风每次突破都要面临生死抉择吗？那岂不是没有退路可走？听到这里，一直旁观的圣光心田好奇地追问起来。选择了这条路，的确没有退路，所以他如此出众也就不意外了。念天道人说道。他果然与众不同呢。圣光心田面带微笑，轻声说道。与此同时，一双美眸锁定在圣光古镇，满是期待。而圣光梦来他没有再说话，只是他的一双美眸却也同样紧紧地锁定在那圣光古镇的方位。没过多久，
那围绕着圣光古镇的雷霆开始消散了，唯有虚空之上还回荡着阵阵雷鸣。不过那雷声却已是越发的薄弱，是突破成功了吗？为何没有圣光异象？难道楚风失败了？圣谷众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圣光古镇的上方，他们似是在等待着什么出现，只是他们所等待的却始终没有出现，居然一点光亮都没有。难道说楚风他非我圣谷之人，所以哪怕在圣光古镇突破，也无法引发圣光异象？圣光千余说道：“不，楚风之前也曾有非我圣谷之人入过圣光古镇，不仅触发了异象，那异象还非同寻常。”圣光白眉说道：“那是怎么回事？楚风他的领悟力不可能这么差吧？不合常理啊！他的领悟力若这样差，不可能短时间内修为增进如此之快。”圣光千余揉了揉自己的脑袋，在用心思考。他很想知道真相，实际上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想知道为何会是这个样子。该不会是突破失败，死在里面了吧？一番思考后，圣光千余说道：“胡说什么呢？楚风怎么可能死啊？”圣光心田有些不高兴了，狠狠地瞪了圣光千余一眼：“我开个玩笑嘛，虽然我与楚风不熟，可是直觉告诉我，他不会那么容易死的。我只是好奇，为何他这样的人却没能触发圣光异象。”圣光千余笑嘻嘻地说道：“其实就连他自己也觉得楚风不会死，可除了这个解释，他也实在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忽然，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变得明亮起来，因为自圣光古镇的方向出现了2道身影，正在向他们的方向御空而来。一位是引路长老，而另外一位便是楚风，还活着，是突破成功了。既然是成功了，那为何没有圣光异象出现？众人看着此时的楚风，发现楚风先前的虚弱之势已是一扫而空，那红光满面、精气十足的样子，倒是很像突破成功了。见状，圣光不语以及念天道人、圣光师神等人都是主动迎上前去。楚风小友可还顺利？圣光不语关切地问道。其实他也是想确定楚风是否是突破成功，感谢前辈提供如此修炼之地，否则此次突破必然也不会如此顺利。楚风笑着对圣光不语抱了抱拳，这句感谢之词乃是发自肺腑。楚风在谷中圣莲树内与众人一样，都经历了洗礼、历练、气运3重修炼，但楚风所获得的好处是远超常人的，尤其是历练与气运，所以导致楚风所得到的好处也最多。楚风更是悟得了突破契机，这也是为何楚风对龙小小说1个时辰他就可以恢复。修为突破等于是一次蜕变，可得到疗伤之药都无法带来的好处，只要突破，楚风的身体就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圣光不语给他提供的修炼之地的确可以增强他的悟性，所以楚风才能如此快速的突破成功。这么说来，楚风小友的修为已是达到了3品5尊。圣光不语问道。是。楚风说话间还释放了一下自己的气息，那气息一出，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变。尽管早就猜到楚风已经突破，可真的感受到楚风3品5尊的修为，他们心中仍是五味杂陈。尤其是圣谷小辈们，本来他们就不如楚风，现在就更加不如了。恭喜楚风小友在修武一途更上一层楼。只是老夫心中有个疑问，楚风小友此次突破是早就有突破之感，还是与此次进入那谷中圣莲树有关？圣光不语直言不讳地问道。他很好奇这件事情是在谷中圣莲树内才领悟到的突破契机，所以还要感谢圣谷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楚风笑着说道。不必感谢，乃是楚风小友你自己悟性过人。圣光不语忍不住夸赞道。进入谷中圣莲树那么多小辈，几乎都或多或少在其中得到了好处，而楚风是唯一一个从里面出来却悟得突破契机之人，只是这一点便又是他圣谷小辈所不及。前辈过奖了，只是巧合罢了。楚风笑着说道。白眉老头。就在此时，圣光师神对圣光白眉使了个眼色，圣光白眉也是心领神会，在其脸上强挤出了一抹略微有些尴尬的笑容。楚风少侠，先前老夫多有得罪，实在抱歉。为表示歉意，我圣谷特意为楚风小友准备了3件尊兵，这3件尊兵皆是我圣谷珍藏之物，品质极佳，乃是由远古时期一位顶尖界灵师所打造。楚风少侠可挑选一件适合你的来使用。圣光白眉说话间，大袖一挥，顿时有3把尊兵漂浮在了楚风面前。这3把尊兵皆是剑体，并且都散发着远古气息。圣光白眉没有说谎，这3件尊兵不仅是远古之物，品质也是极佳，虽不如楚风的太古英雄剑，可在尊兵之中应该也属上品。楚风虽然也有太古英雄剑，可这3件尊兵却也让楚风动了心，哪怕不用，他们也是价值不菲之物。于是楚风认真观察起来，这3把尊兵虽皆是卫剑，却各不相同，一把金色大剑，一把银色长剑，还有一把是白色的剑。金色大剑宽有3尺，长近3米，剑体上面刻有一条巨龙，盘旋直上，巨龙栩栩如生，而此剑立于此处，若是仔细去听，隐隐间甚至能从此剑中听到阵阵龙吼。强大的兵器皆有灵性，此剑也是如此。此剑名为盘龙巨剑，剑身乃由远古金刚铁所铸，剑体内更是封印了金身蛟龙。此蛟龙在世时修为极强，乃是一方妖王，统领亿万妖兽，虽为蛟龙之体，可真身却与真龙无异，因此此剑极为刚猛，倒是与楚风少侠颇为相近。我觉得这盘龙巨剑是最适合楚风少年的。见楚风目光落在这盘龙巨剑之上，圣光白眉赶忙为其介绍起来，可楚风却微微点头，随后将目光落在了那银色长剑之上。这银色长剑虽然不如盘龙巨剑那样引人瞩目，可若仔细看，它的做工极为精湛，相比于那盘龙巨剑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它的上面雕花着一只凤鸟，凤鸟很隐晦，若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可若当你发现它，就能感受到这只凤鸟的强大。它杀气极强，
浑身上下都充满戾气，甚至比那只金龙还要凶猛可怕。此剑名为妖凤凶剑，之所以有此名字，乃是因为封印在此剑之物太过凶猛。据说此物拥有凤鸟血脉，当年修为大成之后，成为一代妖王。他独来独往，但却嗜杀成性，死在其手中的生灵数不胜数。后来被那位远古的戒灵大师所击败，不过却并没有彻底将其杀死，而是将其封印在了此剑之中。可哪怕失去本体，成为一剑尊兵，可妖凤的杀意与戾气依然健在，甚至此剑会影响使用者的心智。不瞒楚风少侠，我圣谷曾有前辈使用此剑，那位前辈乃是此剑历代使用者，将此剑驾驭的最好的一位。本来人们都以为那位前辈已经收服此剑，可谁曾想在某一日，那位前辈却用此剑刺穿了自己的丹田，就此身亡。虽不知原因，但我圣谷有人认为是与此剑有关。后面也有前辈曾用过此剑，但却根本无法发挥出它的威力。别看这妖凤凶剑看着其貌不扬，但是这3把尊兵之中最难驾驭的就是此剑了。我倒是不建议楚风少侠选择此剑，此剑虽强，但的确不详。圣光白眉又为楚风讲述道。虽说圣光白眉已经提醒楚风此剑不容易驾驭，可楚风却更感兴趣了。看着此剑，他不由得点了点头，且叹道：“好剑。”话罢，楚风终于将目光落在了最后一把剑上。这把剑剑体奇特，如同气焰打造而成，看似缥缈，实际上却又具有实体。这是一把美轮美奂的剑。这把剑相比于盘龙巨剑以及妖凤凶剑更为完整，没有任何杂质，也没有拼凑之感。虽也具有灵性，可本身就是一个完整体。这说明并非是将生灵封印其中赋予灵性，而是此剑由天材地宝打造而成，自身生成的灵性。这把剑名为云尊剑，乃是由远古云灵打造而成。此剑较为柔和，是3把尊兵中最容易驾驭的。虽说威力不如另外2剑，但实际上也是不俗，是优于普通尊兵的。它的优点就是比较容易驾驭，更容易发挥出它的威力。实不相瞒，这3剑尊兵，这云尊剑是最受欢迎的。哪怕我圣谷小辈，也有许多人想要得到此剑。当然，这种尊兵，哪怕我圣谷小辈，也不是那么容易拥有的。若楚风少侠喜欢，此剑也是不错的选择。圣光白眉又说道，他故意提及其他小辈也喜欢此剑，但却无法得到，就是想凸显此剑的价值，的确是好剑。楚风目光又重新从3把剑上扫过，这可难为我了，这3把剑我都很中意啊，要我选一个，这要怎么选呢？楚风瘦脱下巴，皱着眉头，故作一副为难的模样。他是故意的。楚风觉得圣光白眉不会无缘无故与自己和解，更何况如今对自己如此殷勤，这必然是有缘由的。但不管缘由如何，这个老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别看他现在一脸殷勤，可之前想杀楚风却也是事实。既然他想补偿自己，想缓和关系，楚风当然也不会客气，就是要狠狠宰他一笔。听楚风这样说，圣光白眉也是面露为难，不由看向身旁的圣光尸神。圣光尸神瞥了他一眼，那眼神有些嫌弃，也有些鄙夷，就仿佛在说，好不容易有了缓和关系的机会，你还舍不得什么？圣光白眉也是看懂了圣光尸神的意思，于是又强挤出一抹微笑，对楚风说道：“看来楚风少侠对于这3剑尊兵皆是喜爱，既然如此，老夫就做主了，将这3剑尊兵都赠予少侠。”圣光白眉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楚风哈哈一笑，便将3剑尊兵全部抓在了手中。现在这些都归我了吧？楚风问道。当然，他们都归楚风少侠了。圣光白眉说道。听到此话，楚风脸上的笑容更为满意，随后将那把云尊剑拿了起来，直接丢向了龙小小。小小，这把剑归你了。让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是一惊，也包括龙小小。真的要送我吗？龙小小接过此剑，受宠若惊。我说的话还有假吗？楚风说道。那我可不客气了，谢谢。西，得到确认的回答，龙小小不仅小脸之上满是甜美笑容，更是开始仔细打量其手中的云尊剑，那爱不释手的模样，足以看出他多喜欢此剑。他喜欢不仅仅是因为此剑品质极佳，也是因为这是楚风送给他的。这个家伙只是见楚风将此剑送给了龙小小，圣谷一些人的眼神却是变得复杂起来。圣光白眉为了缓和与楚风的关系，的确是拿出了3把品质较高的尊兵供楚风挑选。圣光白眉没有说谎，这3把尊兵莫说旁人，就算圣谷的天才小辈以及圣谷的那些长老，也是没资格拥有。将他们送给楚风，他们倒是能够接受。楚风有这个资格，可就是这样的尊兵却落入了一个龙氏族人手中，他们心中自然不爽。简单的说，他们觉得龙小小不配拥有此剑，可是此剑乃是楚风赠予，他们也不好说什么。毕竟将此物赠予楚风，就是为了讨好楚风。这个时候，他们自然是不敢说让楚风不开心的话。楚风当然注意到圣谷那些人有了异样变化的目光，但他无所谓，因为他就是故意的。这3把剑皆是极佳，但楚风觉得盘龙巨剑以及妖凤凶剑更适合自己。云尊剑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更适合女子，他也知道他这样赠予龙小小，圣谷之人肯定不满，可他偏偏要当着他们的面赠予，当着他们的面赠予，他们就算不满也不能说什么，毕竟此物已经归楚风。可楚风若是私下赠予，圣谷之人不知真相，日后看到龙小小使用此剑，可能会找龙小小的麻烦。毕竟正常来说，没人会将如此珍贵之物随便赠送他人，更何况圣谷如此高傲，自然不会允许外人使用他圣谷的兵刃。尤其是龙氏这种势力，别看在圣光天河内是庞然大物，可在圣谷眼中其实与平民无异。楚风少侠为表示歉意，我圣谷不仅准备了3剑尊兵供你挑选，我圣谷还为你准备了我圣谷的最高礼遇，我圣谷将为楚风少侠开启圣光藏技阁。圣光白眉说道。
开启圣光藏技阁。白眉大人，这种玩笑可开不得，你可要说话算话，还不待楚风说话，念天道人便率先开口，那个样子就像是很担心圣光白眉开口一般。这件事自然不是玩笑。圣光白眉说道：“开启圣光藏技阁。”白眉大人，尸神大人，你们确定吗？可就在此时，圣光梦来却也是忽然开口，他的语气似乎对于这个决定并不赞成。梦来小姐，圣主闭关期间，我与白眉是有权利决定此事的。不待圣光白眉说话，圣光尸神便率先开口，这的确是圣光尸神与圣光白眉一同决定的，就连刚刚让楚风挑选尊兵，也是他们两个商量过的。圣光尸神虽说平日里不太喜欢圣光白眉的作风，甚至多次针锋相对，可身为圣谷之人，他实际上也是希望圣光白眉能过得好。更何况圣光白眉与楚风的关系，也关系到圣谷与楚风的关系。正因如此，其实还是他提出让圣光白眉来与楚风提及此事，为的就是挽回圣光白眉的形象。可是现在圣光梦来的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楚风进入藏技阁，这让圣光尸神也是有些头疼。我倒是不反对让楚风进入圣光藏技阁，只是当初念天前辈也是帮了我圣谷大忙，他都没有得到这样的礼遇。反正今日都是要开启圣光藏技阁，我建议让念天前辈也一同进入其中。圣光梦来此话一出，圣光尸神与圣光白眉反而是松了一口气。圣光梦来什么身份？她可是圣主的女儿，并且是唯一的一个女儿。她在圣谷是真正的大小姐，她哪怕没有任何职位，可是她说的话有几个人敢不听呢？她若反对楚风进入圣光藏技阁，那还真是有点让圣光尸神和圣光白眉头疼。梦来小姐，多谢好意，老夫知道圣光藏技阁是圣谷最重要的上宾才能够得到的礼遇，老夫身为圣谷客卿长老，也是圣谷一份子，不能用上宾来看待。念天道人说道。他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当初他的确帮圣谷做了一些事，圣谷因此曾商议过是否为他开启圣谷藏技阁。至于后来的结果，显而易见，他并没有这个进入圣谷藏技阁。这也是为何当楚风能够进入圣谷藏技阁后，他如此高兴的原因。他深知这的确是圣谷的最高礼遇，他其实很想得到这个礼遇，但是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让楚风进不去圣谷藏技阁，所以才说出了刚刚这番话。念天长老的确为我圣谷贡献颇多，既然梦来小姐有此提议，那我今日就替圣主做主，让念天长老也一同进入圣光藏技阁。圣光尸神此话说完，看向圣光白眉，白眉，你没意见吧？我没意见。圣光白眉其实是有意见的，当初就是他极力反对为念天道人开启圣光藏技阁，但是今日他知道，他若想博取楚风好感，只能妥协。毕竟楚风与念天道人关系不错，那今日还真是好事成双了。恭喜念天前辈哥！圣光心田笑道，就连圣光梦来的脸上也是扬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念天前辈，你就与楚风少侠一同以上宾身份进入我圣谷的圣光藏技阁吧。圣光梦来又对念天道人说道。多谢梦来小姐厚爱，多谢两位大人厚爱。既然如此，那老夫也不客气了。哈哈，念天道人难得笑得如此爽朗，是因为他真的很想进入圣光藏技阁。看来这圣光藏技阁是个很不错的地方，不知我们何时可以进入？楚风问道。他虽不了解圣光藏技阁，可只凭借旁人的对话以及反应，也是猜测到这圣光藏技阁的独特。现在就去。楚风小友这边请。圣光白眉立刻为楚风引路，楚风一行人便准备前往圣光藏技阁，龙小小则是紧紧跟着楚风。见状，圣光白眉先是轻咳一声，旋即说道：“这位姑娘，圣光藏技阁乃是我圣谷禁地，我先安排姑娘去休息，可好？”龙小小自然明白圣光白眉的意思，就是不让她跟过去呗。但龙小小也是识大体的人，于是便在其他长老的安排下从楚风身边离开。可龙小小刚走，一道倩影便来到了楚风右侧，乃是圣光心田。楚风，你对圣光藏技阁不了解，等一下就由我陪你进去吧。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圣光心田很是高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被他硬生生笑成了两道弯弯的月牙。但是不得不说，这个丫头笑起来还真是好看，并且她不仅笑得开心，跟楚风的距离还很近。楚风和她并肩而行，总是能够感觉到一团不是很大的柔软，时不时的触碰到自己的胳膊。楚风只得向一旁移动一点，可是没用，楚风移动多少，圣光心田也会跟着移动，反正就是贴着楚风。丫头，男女授受不亲啊，要保持距离。楚风侧头对圣光心田说道：“哟，原来楚风哥哥是个坏男人啊！明明在谷中圣莲树内，还非要亲我呢，怎么现在就男女授受不亲了？你该不会是之前做的事不敢承认了吧？”圣光心甜眯着眼睛，一脸坏笑的看着楚风，而他此话一出，在场之人都是齐刷刷的看向楚风，尤其是圣光白眉，那表情最为复杂。我那是看出圣光浩轩对你和梦来姑娘有想法，所以故意那样说起他的。诸位别误会，我楚风并非好色之徒，就算心田姑娘答应了，楚风也不会真的亲的。楚风连连摆手，虽说他自认为他也的确不是正人君子，可却也不想被人认为是个大色魔。而楚风说的也是实情，当时就是故意气圣光浩轩，就算圣光心田同意，楚风也不会真的亲圣光心田。年轻人开个玩笑，很正常，很正常。圣光白眉笑着说道。见圣光白眉这样说，大家也是意识到，圣光白眉现在是真的害怕楚风，是真的想和楚风搞好关系。他们都知道，圣光白眉对自己这位亲孙女乃是管教极为严格，曾有圣谷小辈给圣光心田偷偷写了表白的信，被圣光白眉知道后，就打断了那小辈写信的手。这只是大家知道的，私底下被圣光白眉教训的小辈更是数不胜数，就连圣光浩轩靠近圣光心田，都曾被圣光白眉臭骂过一顿。在他看来，
所有异性都要与他的孙女保持距离，绝对不会让那些家伙占他孙女的便宜。可就是这样的他，得知楚风对圣光新田提出过那样的要求，居然没有动怒，反而是笑了，自然已是表明了他对楚风的态度。众人有说有笑，气氛倒是得到了极大的缓和。这圣谷之人与之前要杀楚风的圣谷之人明明是一伙人，可如今哪里还有半点杀意，尽是和谐的氛围。而转眼间，他们便来到了那所谓的圣光藏祭阁。圣光藏祭阁从外面来看，并不是宏伟的宫殿，只能够看到一座高达1000米的木质大门，镶嵌在山峰墙壁之上。若不是大门之上的木质牌匾刻写着圣光藏祭阁5个大字，怕是没人知道这里是藏武技的地方。因为不仅那木门以及牌匾看上去有些破旧，这里也是根本无人看守，没人会将这样的地方与禁地联想到一起。但是楚风一眼就看出这里的不简单，虽然无人看守，且木门看上去也很破旧，可这里有着一重结界，那结界极为强横，是极为强大的界灵师所布。对于这种结界，莫说楚风无可奈何，怕是武尊境内的所有人都是无可奈何。楚风知道为何这里无人看守了，这里根本无需看守，除非有破阵之法，否则没人能够进得去。因为结界阵法的原因，非我圣光血脉拥有者本是不可以踏入圣光藏祭阁的。楚风少侠与念天长老进入圣光藏祭阁，就需要用到他们，只是此物数量有限，所以能够进入我圣光藏祭阁的客人，乃是上宾中的上宾。圣光白眉说话间，取出了2块结界玉佩，那玉佩内含有阵法，那阵法与圣光藏祭阁乃是同体。虽然有了它可以进入，但因为阵法原因，我圣谷众只能有1个人分别来陪同你们，所以楚风少侠、念天长老，我们就只能送你们到这了。接下来，念天长老就由不语长老陪同吧，楚风少侠你就由新田陪你进去，你们年轻人共同语言应该会多一些。圣光白眉说话间，分别将那玉佩递给了楚风以及念天道人，而与此同时，站在他们周围的人也是纷纷退去，似是在特意规避什么。所以楚风的周围便只剩下了圣光新田。楚风小友用心挑选，莫要辜负了圣谷这样的礼遇。念天道人手握阵法玉佩，对楚风笑了笑，随后便将那玉佩放在了自己的丹田位置。丹田玉佩刚刚触碰他的身体，便穿过衣物，穿过身躯，直接进入了他的丹田。下一刻，他身体散发出结界光华，准确来说是一座阵法，自其体内释放。那阵法范围不是很大，刚好将他以及他身旁的圣光不语覆盖其中。当那阵法出现后，大家的目光却并未就绪停留在念天道人身上，而是纷纷将目光移向了圣光藏祭阁的大门。此时，那原本平平无奇的木质大门之上，竟也出现了结界之力。结界之力自大门之内映射而出，形成了一道小型的结界门，但结界门上方还有着一行结界大字，那字己内容为恭迎上宾，入我圣光藏祭阁，阁内武技可任意挑选一本。当这行字出现后，念天道人与圣光不语便一同御空而起，进入了结界门之中。他们2人刚刚进入，那结界门以及结界之力全部消失不见，圣光藏祭阁的大门恢复到了以往的平常模样。楚风哥哥，将此物放在丹田处即可。圣光新田对楚风提醒道：“丫头，别叫哥哥了，感觉有点怪怪的，直接叫我楚风吧。”楚风说道：“可是人家喜欢叫哥哥吗？何况人家都是被楚风哥哥抱过的人了，我又不叫楚风哥哥娶人家，只是想叫楚风哥哥而已，这不过分吧？”圣光新田的语气嗲嗲的，可是却是一脸的坏笑，任谁都看得出来他是故意在调侃楚风。而他这番话更是透露出了他与楚风有亲密接触的事实，在场之人皆是忍不住看向楚风，而圣光千余更是对楚风竖起了大拇指。楚风兄弟，好手段！他可不是在调侃楚风，他是真的敬佩楚风。圣光新田平日里看着大大咧咧，可是真正碰过他的男的一个没有。可楚风刚刚来到圣谷，就抱过了圣光新田，而且看圣光新田现在这主动的模样，傻子都看得出来，圣光新田是看上楚风了。看来我是惹祸了呀。楚风有些无奈，但其实他的无奈是装的。楚风什么场面没见过，这种事情岂会让楚风真的头疼？毕竟楚风当年信奉的可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啊。于是楚风不再与圣光新田较真，而是将那阵法玉佩放在了丹田处。刚刚触碰，楚风便感觉那玉佩进入了自己丹田的空间，但刚刚进入便立刻化作阵法，自丹田处释放开来。很快，那阵法便体内释放到体外，刚好覆盖了楚风与圣光新田。紧接着，那圣光藏祭阁的大门上又出现了一道结界门以及结界之力凝聚而成的字体。我擦，不是吧？只是看到那行字后，圣光千余竟忍不住脱口而出一句美妙的话语，其他人也是瞠目结舌，露出惊讶的表情，就连圣光师神与圣光白眉也是张大了嘴巴。楚风哥哥，你也太厉害了吧，跟着你可真是处处有惊喜呢。圣光新田更是一把抓住楚风的胳膊，一边夸赞楚风，一边使劲地蹭着楚风。楚风也是懒得理会圣光新田，他也在盯着大门上的字体，那字体的内容乃是恭迎上宾，入我圣光藏祭阁，阁内武技可任意挑选3本。3本，楚风觉得众人之所以有如此反应，很可能是因为他可以挑选3本，因为念天道人可以挑选的乃是1本。楚风少侠果然不同凡响，我圣光藏祭阁鉴于此处以来曾有13位上宾进入过圣光藏祭阁，楚风少侠还是第1位能够进入圣光藏祭阁取出3本武技的上宾。圣光师神对楚风说道，而他的这番话也是证明了楚风的猜测乃是对的。大家之所以有如此激动的反应，果然是和楚风可取武技的数量有关。3本武技挺好。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御空而起，带着圣光新田一同进入了结界门之内。结界门关闭，一切恢复正常。可是圣谷众人的脸色却并没有恢复正常，真是妖孽啊！
若不是这处风，我还以为圣光藏技阁所有上兵都只能从中得到一本武技，原来是可以变化的。而处风塔居然可以挑选3本，比其他人多出了足足2本，这难道是圣光藏技阁的阵法发现了什么吗？圣光师神十分感慨，白眉老头，你现在知道你先前要杀的是什么人物了吗？幸亏处风他大人有大量，原谅了你，不然得罪这样的大敌，我圣谷日后可是有灭门之灾的。圣光师神又看向圣光白眉，语气仍是有些责怪。圣光师神，老夫一时知错，你就别奚落我了。圣光白眉也是一脸无奈，若早知道如此，他也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于是忍不住看向远方天际，感慨道：本以为我圣谷出世将无敌于天河，本想吞并9魂天河，一统这浩瀚修武界的东域，可谁曾想还未与9魂天河交手，只是圣光天河就已出现如此厉害的角色，如今来看我圣谷日后的道路也是异常艰难啊。他此话一出，圣谷其他人的脸色也是变得惆怅起来，也包括圣光师神。圣谷久不出世，所以关于圣谷外界根本就不了解，本来打算出世之后就一鸣惊人，一统东域的，可眼下的局面却是让他们的计划不得不落空。奇怪，楚风如此天才，为何圣光古阵内却未能触发圣光异象呢？在众人感慨之际，圣光千余则是又将目光投向了圣光古阵方向，而他这句话也是再度勾起了这些老一辈的好奇心。是啊，楚风天赋异禀，这从古中圣莲术以及圣光藏技阁都有明显的表现，可是为何偏偏圣光古阵楚风连异象都未能触发呢？